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又一大戏要来袭，34岁赵丽颖再请功，破亿商战传奇。媒体有这样的说法：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演技，不管你有多华丽，你的风度再怎么非凡，观众都不会接受。信息不断发展，突出了即将到来的另一场精彩节目，并揭示了更多的微妙之处。比如，34岁的赵丽颖另谋高就，破译了一个商战传奇。她身上有很多名字，还有一个无比响亮的称号，被称为狂三娘。所带来的原始发展，网友们接受，火的节奏不能错过。对于任何作品，群众的评价都是至关重要的。一步一步的指导，抓住个人的心，让个人说服，是对工作最大的帮助。被揭开的野蛮发展在剧情、演员阵容、创作团队的创新方式上都有不少亮点。作为女主和内容冠军之一，赵丽颖平时被推到了最前面，影响不言而喻，给作品增添了更多的强度，也让她更有感染力。某些人检查了她表现出什么样的表情，以及她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。艺人和内容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尤其是像赵丽颖这样的艺人级别的艺人，无论是能力还是年龄，都有足够的凝聚力来胜任这份工作。尽管如此，如何保持这些粉丝的饥饿感，需要熟练的经验和时间，才能真正掌握这扇敞开的大门。此刻的赵丽颖格外的安静，她并没有那种一时成就的心态，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理清这出戏的一切，努力不给观众带来任何第二个想法，这样观众才能获得。赵丽颖的演技有目共睹，她通过活动展示了她可以表演的能力，但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艺人，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。赵丽颖在电视剧中的画面分外符合大众口味，她可以不断地做出众人意料之外的事情，令人振奋。她也对自己的工作负有真正的责任，她并不高兴或膨胀。违背常理，她通常保持谦虚的心态，并始终要求屈服。这些事情让她在媒体上的闲逛变得越来越容易。赵丽颖在刚入行时摒弃了不知情的倾向，变得更有魅力、更有经验、更稳重。许多人无法完成的事实，使这成为一个水平。她带来的野蛮发展，同样是一次不错的考验。帮助她的艺人包括欧豪和李光洁。赵丽颖一个人稳住身体，保持着不错的水平，汗流浃背，这在旁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。她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，剧中的每一个职业都堪称完美，她的性格也确实适合这个内容。这个内容不仅以赵丽颖为主体，还聚集了欧豪等实力雄厚的资深艺人。她身上有很多闪光点，这也是一个展示的绝佳机会。他们在影片中扮演着各式各样的工作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凡的人格和魅力。作为勇敢的女人，赵丽颖在片中饰演了一个极端的人。长期以来，她一直在坚持不懈地锻炼自己的演技，在任何工作中都占有一席之地。赵丽颖的人气和演技都在，敢于挑战自己。她在内容上的每一次展示，包括她的演技，都是过去常人的通情达理和从容不迫，甚至偶尔也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定论，仿佛不是一部基础剧，而是一场麻烦的考验。只有通过这些评估，您才能在任何时候取得自己的进步。除了演技，赵丽颖也有足够的华丽。尽管即将推出另一场精彩的演出，以她为主角，并因其音乐性而受到网友们的追捧，但你的看法是什么？在备注区留言。02天空的统治者不好看，王一博没有演技，看完你就知道了。天空之主即将被释放。该剧由新时代艺人王一博和老戏骨胡军主演，讲述了在经历了麻烦的变故后，我国又一个静旅时代的故事，主要是这些艺人担任飞机测试员的故事。王一博最近的职业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来自一个年轻人，一个旋律大师，
一个专业的司机和一份支持工作在影视剧中，他一点一滴成长为一个称职的英雄，从一个有魅力的老男人到一个专横的总裁。对于那些行动力超强、行动不屈不挠的秘密警察来说，他们都表现出年轻人的催化剂，以及与老艺人战斗不落后的气氛。很显然，他的舞蹈和说唱也是一流的，他的溜溜球更是酷毙了。天空之主也将进入王一博娱乐圈的辉煌阶段。我想没有人会鄙视一个年轻、有能力、有魅力的年轻人。回顾过去的影视节目，王一博同样别具一格，他严厉而严谨，对每一部作品的演员都不断推敲，还经常向长辈索取资料。正如公告所说，信息决定成就或失败。王一博同样秉承着自己超越的习惯，对《天空之王》的故事有着更加谨慎和深入的了解，以及当时的传承动机，将人物的表情、思想、心理状况、内外压力等融入其中，为目标市场提供实实在在的效果。毕竟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，包括从学习和改进到检查航班到最后的服务，而且我们还经历了各种艰辛，这不是这部剧的东西绝对可以表达。但我们要明白，有这样一种人类机构一直在神秘的运作，默默地守护着我们。向他们致敬和感谢是我们需要做的。你现在不能再想的是，在当今非暴力时期，仍然有一群人每天都在谈论死亡，他们的职业生涯是通过流血和牺牲来观察的。他们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外，默默无闻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他们的英雄生活就这样简单明了。青山各处都埋藏着坚定不移的白骨。有一群人在和平时期最接近死亡，那就是检察飞行员。他们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，他们用自己的意识一次又一次地与死亡做斗争，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。其中有飞行器低温结构能检测、温差检测、电磁环境检测等小工具。检查飞行员垂直爬升并产生音速增加云打破音障。据说王一博坚持了3个月，是为了更快地融入飞行员的国家。练习旋转到无法忍受，练习恶心到呕吐，绝不会因工作困难而屈服。这是一种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的精神。然后又无畏地进入了下一个项目的学习。这种严肃认真的演员，现在怎么可能不被人喜欢了？生活中的王一博同样是一个口齿不清、冷眼旁观的形象，但现实中的他同样是个宝藏男孩，心地可能很自然善良，眼神里总是带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，对人类友好的时尚。我想天空之王真的会给你带来精彩的东西，你的有效偶像在等着你。03，拜托大王原汁原味大段尴尬，李沁演得太难了，任嘉伦让人批判戏。作为游艺界的年轻演员，李沁和任嘉伦一直被认定为出演演员。无论是任嘉伦在《白骨苍生》中饰演小南陈王的整体表现，还是李沁在《花千骨》中对春儿公主的黑化演绎，都让人印象深刻。但是这2个有效的派系在《请国王》中的滑铁卢惨遭惨败。发生了什么？现实中，任嘉伦作为一个不起眼的演员，可能被大家看成是一个有效的演员。除了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之外，他还从配音演员给他的奖金中得到了祝福。无论是《锦衣之下》中的远路易，还是《秋蝉》中的叶冲，都是通过阿杰配音，甚至连牵扯到大家的萧南辰，也是通过边疆配音的。生与一生与周生如诗虽是相通的，赐予生命，但其实还是有区别的。因为周生辰在《周生若》中使用了配音演员，而《一生一世》中却使用了任嘉伦的原声，而且曲子比前作差了一大截。不过，考虑到任嘉伦在《一生》中翻译了一个当代天价贵族男孩，他自己的本真声音显然带有一丝酥，现在已经不再为人类提供很多突然性，如果表达不清楚，目标市场可以稍微接受他。没想到任嘉伦在《请王》中硬着头皮用原汁原味的嗓音，感觉有些翻天覆地。任嘉伦在电视剧《败亡》中的原汁原味，
不断的给人一种他的语气平淡、轻快、口齿不清的感觉，有时甚至连普通话都不是很标准。他一开始演的就是霸道的陆彦将军，只是原汁原味的曲子太单薄了，感情也少了几分波折。听起来无动于衷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效缺器，但若不专心，又会有些模糊。有时连字幕都分析不出来，他讲的大致意思就不清楚了，这使得目标市场批判性的发挥作用，影响了观剧的总体感觉和人物塑造。李沁似乎有些不对劲，因为李沁一开始是昆曲演员，他的台词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前几部剧逍遥法外的曲子也很精准，不过这句台词现在感觉已经不是很有效了，听着还有些不舒服。有人以为李沁几乎可以清晰地吐出正宗的曲子，情绪也很饱满，但他在一些地方施展了过大的压力。不过有时候我还是能感觉到，他一开口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，让人有点戏谑。可能是后期里面的配音情绪在现场拍摄中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李沁原汁原味的声音在看临时演员时变得相当精准。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多在显示器内嘲笑真实声音的人。任嘉伦坚持用真实的声音打断他给目标市场的内在影响，表明他现在不再是配音演员的脸，表明他的真实声音紧张已经没有问题。任嘉伦能够突破自己的舒适区，坚持用自己原声的行为还是值得鼓励的。毕竟我们是不想听千篇一律的配音，也想演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不过还是想要强调一点，为了剧作的最终完美呈现，演员可以在真正磨练好台词以后再亲身上阵。如果任嘉伦后面的电视剧还要继续做原声的话，就需要多上几节声乐课，找人培训一下吧。最后小跟踪想说，下面留言肯定有人会说你行你上啊类似的话，这样的话实在太烂梗了，不仅毫无说服力，还证明你洗白的词汇太过于匮乏了。他们是演员，演好戏是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而我们是欣赏者，是观众，也是品鉴者，自然也有说一部剧是好是坏的权利。